因为你辜负了我的信任，所以不丹长老您便亲自安排了这一出兵变。一个甘愿成为魔族走狗、出卖远东的人，没有资格再做我们的王。兵变谈不上，我是来纠正错误的。错误？长老也认为和谈是错的。当然，给远东和平是错，让万民休养生息是错，强大自己也是错。活脱！你曾对我说，一个民族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总要付出代价的。3年来，我们付出的已经够多了。魔族为什么求和？因为他们内耗，他们恐惧。我们就该抓住这个时机出手，还远东真正的自由。出手？你是打算对凌不虚出手吗？对，我要把这10万魔族兵全部安死在这远东的大地之上，让魔族内部的厮杀更加惨烈。你疯了！这会招致魔族疯狂的报复。报复？他们能活下来再说吧。殿下，不可！你敢杀了长老，你走不出大帐。我不能看着你们把远东推入深渊。别藏毒药！来人呐！快射杀他！你杀了我也无用。什么意思？命令3天前就发下去了。千里之外的战场，光明阁下，你来不及的。不丹，你这个疯子！你这样会把远东拖入地狱的。殿下，您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，但一切早已注定了，你将成为远东的王，而我就当是为新远东的诞生做一块铺路石吧。远东，光明王不会这么做。我在哪里？这个解释啊！我有一个说法。长老，是不丹长老。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长老来拯救我们了。圣庙继世，光明永驻。长老万岁！圣庙万岁！圣庙万岁！光明王被虚伪的假象迷失了双眼，和魔族签订了停战协议。圣庙决定收回光明王指挥权，我们将继续战斗，直至远东真正的自由。万岁！万岁！还好派川罗杰他们早就被我派出去了。都跑了，抓住叛徒！他们往那边跑了。鲁地这个家伙跑的倒是挺快。大人，我知道一个出去的路。好。对不起，大人，只有这个狗洞能，不就是狗洞？老子还钻过狼窝呢。快走！别让他跑啊！太久没钻，还真有点不熟练。啊不，出来了。大人。过来，你先走。大人，是我。大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丹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一群兔子想去挑衅一只老鹰。团长，不是说绿皮鬼子们投降了吗？咱们还要打吗？长老的命令，老子哪知道？怎么看都感觉这帮绿毛鬼子都怪怪的。要是明宇大人在这就好了，指定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什么猫腻。来了，听我命令，准备！集队！回击！这群绿皮鬼子不好打，撤！怪不得没有看到骑兵团。奶奶的，准备战斗！护住啊！我军剩95，死23人。光明王，你为何变得如此愚蠢了呢？沿途最近的城市是哪座？100里外的切尔诺城。这位兄弟，你们都是从哪儿来的？你给我一块饼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。饼没有，馒头可以吗？我们是加来行省逃难的，魔族那个叫林木须的，为了报复光明王，说话不算数，杀光了切尔诺城的所有人。我们平头老百姓都是拖家带口的，实在没办法呀，只能连夜跑了。知道吗？光明王背叛了我们，他是叛徒，我早就看他不对了。太狡猾了，骗过了我们善良的长老。对，大坏蛋光明王，呸，狗叛徒！大人，您不用理他们，他们都是一群愚民。我是不是挺可笑的？这都是不丹做的，和您无关。你说的对，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我们真的不管了吗？前面是光明王的队伍吗？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想干什么？长老吩咐我们，让我们把这个交给您。喂，这是什么？罗姐，我的袜子这么臭吗？大人，你逃跑的时候没发现少了个人吗？另一个倒霉蛋不会是明宇吧？大人，您给我一把刀，我要亲手把布丹内斯给宰了。古莲，把刀给他。
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会带你们回家族。这个地方，我们不用再待了。林不虚，你竟敢屠长！长老，光明王曾说过，令不虚是魔族那边最会打仗的。我们原本的计划，是不是调整一下？怕他个鸟啊！我带小伙子们一个冲锋，就能把他的脑袋拧下来。长老可比什么光明王厉害多了。他光明王害怕林不虚，咱们长老可是不怕的。是啊，是啊。林不虚现在着急回国，他越是要走，我们越不能让他得逞。门罗，郑军。将军，打探清楚了，远东联合军内乱，光明王被赶下了台，现在的主帅是圣庙长老不丹。果然，之前我还担心，现在我可以肯定，我们回王国这一路的兵力折损不会超过1成。这帮远东叛军真是自寻死路啊！消息可曾散布出去？已按照将军吩咐，让俘虏散播了。估计对面连火头兵都知道，咱们现在人疲马乏，无力应战。我们的任务是回国平叛，不要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，用最快的速度解决他们。是。林不虚军团已经到了明斯克行省。根据路程推算，那估计最晚在明天他们就会遭遇了，也可能现在已经打起来了。打就打呗，反正也和咱没关系。帮忙！你认识光明王吗？那你能不能去求求光明王，让他救救我们吧？阿爸说只有他能救我们了。小头，去明斯克。大人，明斯克在干仗，我们去干嘛？如果阻止不了这场战争，那尽量少死些人吧。不丹不是林不虚的对手，总不能让他把老子攒下的家底全败光了。
快跑！轮墙！门罗将军，别扔下我们，放我们出去！你们别拉！让开！弟兄们，出去！放箭！寇船回营，到时候领着大部队再杀回来，给弟兄们报仇。别看这仗我们没打赢，其实也没输。我们这2万小伙子非常勇猛，跟着我在绿毛鬼子的营地里杀了个7进7出，杀的那是血流成河。你这意思是你们重创了凌不虚？当然了。报，凌不虚大军趁着夜色拔营了，目前正绕路朝红河湾方向去了，大军人数大概不到4万。看，怎么样？那他们还真是被打怕了，想跑？那肯定是。跑得了吗？门罗、索斯去红河湾阻击凌不虚。卢佐，你领2万人，现在渡河，去包抄凌不虚的后路，不能让他跑了。此战必胜。长老，不可！之前光明王在奥伦山脉的时候，就这样故不一击，引诱魔族上当的。子川秀一手策划了魔族内乱，是真。凌不虚急着回国平叛也是真。你还有什么问题？对方人数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诈。索斯和门罗的军团再加2万人，即使对方人数确实有异，我们也足以匹敌。是，长老，大成并非……不用再说了。这些绿毛鬼子是着急赶路，连营帐都没有守吗？你说凌不虚会不会真的有什么安排啊？10万打3万，吐唾沫都能淹死他们。依我看，咱们现在就杀上去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打！杀！放箭！运！小伙子们，干翻这群绿毛鬼子！上！上！上盾牌！弓箭手，目标盾墙后面。御空！枪！
长老，长老，你还好吗？我这身子是越来越不争气了。长老，不好了！卢佐军团刚渡完河就被魔族的骑兵袭杀了，全死光了！长老，然后那些骑兵直奔红河湾去了。林不虚果然是当代名将，算准了我们的每一步。布兰，在，立即整军，随我出征救援。推进！是罗祖来支援了！撒！不是卢佐！魔族的骑兵！怎么会这样？卢佐呢？卢佐为什么还没来？这个蠢货，都是他，才让我们打得这么狼狈。林不虚他还有这么多人，你也是罪人！前面全是魔族的队伍，杀过去！这2万人就是来牵制我们的，估计还等不到我们过去，就已经被他们绞杀了。长老，长老！抓住他们！哪里跑！殿下，我们对不起您。什么？我们远东联合军全军覆没了。告诉我，你是在撒谎！说，你在撒谎！告诉我，你们这套兵一切全都是你编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大人，请冷静。殿下，救救远东吧！我们不该背弃你，我们罪孽深重，现在只有您能救远东了。不丹，你还我的军队！大人，远东还在等着您解救呢。白川，远东还有救吗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我认识的那个混蛋上级会有办法，因为他是一个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能尽其所能挽狂澜于既倒的人。大人，大人，布兰领这一支军队撤回了科尔尼。出来！你来了。不丹长老，没了。殿下，这5万远东兄弟是无辜的，他们是我远东联合军的种子，请殿下带领这群迷途的羔羊，找回回家的路。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，我会去我该去的地方。继魏兰和不丹长老之后，当初远东联军创建之初的勋将们，如今可只剩下你一个了。殿下，
我们对不起你。该为这次失利承担责任的人，已不在人世了。活着的人没有必要为死去的人承担罪责，而且你保住了他们。布兰，我需要你的协助，留下来帮我吧，布兰将军。殿下，请原谅我们的愚昧，不要抛弃我们，抛弃久经苦难的远东。我愿生死相随，永不背叛。永不背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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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远东万岁！光明王万岁！光明王万岁！光明王万岁！哎呀呀！你们这3个怎么不嚣张了？哎，你们竟敢背叛伟大的光明王！够了！他们害得您被追杀，被冤枉，我都替您委屈，所以卑职把他们抓来献给殿下，让殿下出出气。布雷，鲁地这厮危难时刻不管主帅，自己跑了，去把他给我埋了。不用麻烦，卑职自己来，自己来。要杀就杀，小羞辱！伟大的光明王殿下，我们背弃了您的恩德，所思愿意以死换取您的宽恕，请您领导我们蛇人一族。求你饶恕爱人族！都起来吧，我不会杀你们。远东的子民，战士们，红河湾的惨剧是命运赋予我们的磨难和考验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被打败。一场失利不足以决定远东的命运，这场战争教会了我们要团结，要万众一心。无论是魔族的千军万马，还是人间的艰难险阻，我们都将克服。我是人类，但远东是我的根。你们愿意接受一个人类的王吗？愿追随殿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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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老，您不该是如此激进之人的。也许吧，取代我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成为远东真正的最高统帅。殿下，我请求你保住远东，我请求你保住远东。淄川兄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王，不仅仅是在远东。什么事？殿下，有件事儿，我觉得我必须提醒您。这次凌不虚回国支援，罗斯那家伙肯定不是对手。等他们收拾完罗斯，恐怕会马上回过头来收拾咱们了。那爵爷有什么高见？依我看，咱们可以出兵去帮罗斯，正好凌不虚那孙子也不在远东了，咱们后顾无忧啊。主意不错。啊，嘿嘿嘿，但我们拿什么保？是拿你我手中的残兵保，还是我们空空如也的粮仓？等我们有能力支援，别说罗斯，我们自己的坟头草都1尺高了。大人，城外有动静。石大明，而且全都是打塔族的。凌不虚回国才半个月，就把罗斯给打残了。大人，我们怎么办？是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新小队听令，把后山的全给我补上，绝不能让达塔族叛兵跑了。是，跟上，跟上！爵爷，突围吧！达塔族已经被屠杀干净了，就算我们能冲出去，还能去哪儿？现在这种情况，有哪个部族敢收留我们？这是塞内亚族的禁卫旅，看来神皇陛下也亲自来了。这一次，他是要赶尽杀绝呀！那就让他卡特给我们达塔族陪葬。爵爷，今夜我率麾下精兵潜入敌军大营，砍了卡特的狗头。跟上！冲！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所有士兵只携带了2天的干粮，其余的物资全部丢掉了。爵爷，刺杀卡特真的会成功吗？当然不会。林不虚，杀了他们！不过，至少会让外面有一点点骚乱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机会突围。是吗？陛下！罗斯，你做得很好，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敢挑战皇族的权威了。就算我不发起皇权战争，你也不会放过我们达塔族的，不是吗？哼，你以为你们赢得了吗？至少达塔族不会坐以待毙。动手！没有听到你们的族长下令吗？动手！不允许你再说3句话。如果不是凌不许的部队赶回来，如果不是其他部族的怯弱，我们达塔族不会输。还有2句。达塔族的今天，就是你们塞内亚族的明天。最后1句，放他们一条生路。可惜吾早已下令，神族境内不会再有1个活着的达塔族人。陛下，陛下！杀！各族的族长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哼，算他们听话。
陛下，四位公爵大人到了。陛下，诸位爱卿，这个人你们应该认识吧？认识，这不是罗斯公爵吗？嗯？啊，是逆贼罗斯。罗斯背叛神族，公然造反，蒙汉爱卿以为该如何处置？该杀。既然蒙汉公爵觉得他该死，不如就替陛下行刑吧。雷暴爱卿以为呢？当然该杀。哥达汉爱卿以为罗斯该不该杀？杀了我！我求你！看来几位爱卿都是我神族的忠良之臣呢。臣等唯陛下之命是从，万死不辞。卿等忠义，无字不疑。1个月后，吾将发兵征讨远东叛逆，亚昆族、歌昂族、蒙族、雷族，各发兵5万，以助王师。几位爱卿，可有异议？谨遵皇命。来，慢点喝。看来罗斯离战败已经不远了。大人，您干嘛要放他们进来？粮食本来就不够咱们吃的，现在又多了几万张嘴。如果不放进来，那就不是几万个难民，而是几万敌军了。你没发现，这些人有很多都是军人啊？大人，弄清楚了。1个月前，魔族下达了灭族令，达塔族人一个不留，全部处死。这些人没了活路，才跑来远东的。魔族的战事结束了？结束了，罗斯全军覆没，自己也被割了脑袋。听说魔神皇已经准备发兵远东了。整军、备战、行军，这些最多2个月。也就是说，2个月后我们又要跟绿皮蛮子干架了。大人，红河湾一役，咱们损失严重。咱们现在可还是没粮没药没人的丧无军队呢。咱们没有，可有一个地方有。今天不是宁小姐的生日吗？府里怎么这么冷清？小姐近日身体不适，未免怠慢了客人，所以就没有安排宴会。斯特林大哥，监察长大人，生日快乐，宁小姐。唉，又长了1岁，礼物可以送，但是不准提生日。总长大人也没有来吗？叔父他……小姐，总长大人，啊，真是抱歉，恐怕我得先失陪一会儿了。我俩也还有一些事，就先告辞了。出什么事了吗？没想到总长的消息这么快。20万大军包围瓦伦要塞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远东那个光明王，就是子川秀吧？叔父，这里肯定有什么误会。阿修哥哥他一定是有什么苦衷的。阿宁，你还喜欢子川秀，是吗？
阿宁，权力最大的敌人就是感情。不论他为何兵围瓦伦，远东众多种族完全听命于他，这才是最危险的。大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的是阿秀干的？先进去再说。什么人？大哥，别打了，是我。好像是阿秀的声音。点灯。阿秀，真的是你？不是我，还能是谁啊？哎呦！为什么摸黑进来？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门卫口令了吗？忘了。刚才谁拿棍子抡我？谁用杯子砸我的脸？还说呢，刚才你们谁往我眼睛里面泼墨汁来着？太卑鄙了！臭小子，快说，你让20万大军包围瓦伦要塞，打的什么主意？你们都知道了？消息还真是快啊！阿秀，你突然搞这么一手，今晚统领处很多人会失眠的。哎呀，我也没办法啊。如果不显露点实力，没人会把我这个通缉犯的话当回事。可能我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当场格杀了。嘿，现在几十万大军守在瓦伦外面，总长就算想杀我，恐怕也得掂量掂量吧。那你这次回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哎呀，我来禀告总长，下官子川秀幸不辱命，已经为家族收复远东全境。你成功了？成功了！好样的，阿秀！好样的！大哥、二哥，很抱歉，我不能告知你们远东事情，这个谎言太大了，我不能连累你们。帝林大人，斯特林大人，请上禀总长大人，帝林、斯特林、子川秀求见。子川秀，通缉犯子川秀是家族功臣子川秀，快去。是。对不起，宁小姐。宁小姐，宁小姐，宁小姐，你回来了。让他们进去吧，叔父会想见他们的。是。阿秀哥哥，我相信你。您也来了，总长的酒会谁还不来？来，给我添点酒。干杯！宁小姐的生日不是昨天吗？总长大人怎么把酒会办到今天了？是我记错日子了吗？这酒会怕不是给宁小姐办的。下次可要邀我一起来。总长大人到。诸位，今天特意举办这场宴会，是有一件天大的喜讯要告诉大家。我子川家族现已将远东全境收复。什么？远东收复？不可能吧？是谁啊？斯特林还是林丁？3年前，家族遭逢祸乱，内有逆贼雷洪反叛，外有魔族强敌入侵，致使远东沦陷。此家族之耻也。然得先祖英灵护佑，有忠良英勇之臣，不畏艰难万险，孤身潜入敌营，手刃叛逆，更率麾下铁骑驱逐魔贼，收复失地。他就是子川秀，我子川家族第一功臣。诸位，好久不见。
总长说他是谁？子传秀，我没听错吧？他说的是子传秀。老天，是子传秀！他不是叛徒吗？那个叛徒，他不是投靠魔族了吗？看来这位才是今天的正主啊！总长大人，其实暗杀雷洪和收复远东，是总长大人早就筹划好的。我能成功，全是依赖总长大人的威德。为了配合我的任务，总长大人当时还不得不下达了通缉令。为了家族，总长大人牺牲的实在是太多了。阿修，你太谦虚了。家族不会亏待功臣。我已与元老会达成了一致意见，晋升子川秀为统领。任命仪式晚些会在军务处举行，这个酒会全当给你提前庆祝了。让我们一起为子川秀统领的英勇功勋举杯！让我们为了英雄归来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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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杰之一啊，咱们去请教一下。眉眼一动，没看到监察长过去。这是你的主场，我先走了。我也走了啊，晚点酒吧见。你们两个，秀统领，据说魔族是吃人肉、喝人血的，是吗？不是，他们更喜欢蘸上点芥末再吃。请问您杀了多少魔族啊？早饭前杀2、3个开胃，午饭后杀上千个当正点，晚饭后再杀500个当甜点。杀魔族的时候你害怕吗？魔族吃饭是用嘴吗？魔族是男人生孩子还是女人啊？你靠边去！救命啊！子川秀统领。请问你是元老会马钦？马钦元老，久仰久仰。如果不耽误您的话，子川秀大人可否跟在下聊几句？好啊。其实我是代表一些很有身份和势力的朋友，向您私人提出一个合作建议。怎么合作？恕我直言，您作为远东的统领，手握巨大权势，却不懂得如何将其转化成钱，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。现在，我所代表的那些朋友，很有身份和势力的那些朋友，你忘记说形容词了，马钦元老。如今远东23行省重新回到了家族版图内，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将能重新对远东财产行使占有权。谁规定的？秀统领，英明如你，该不会不知道民法大典吧？里面很明确的规定了，无论财产经过多少次转手，我们都可以凭所有权追索。爵爷，我实话告诉你，魔族过不了多久就会大举进攻远东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对远东有什么想法啊！秀统领，我知道你对远东的感情，但也不必用这么拙劣的谎话来搪塞别人吧。爵爷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天地良心。不必，话已至此，我不妨说的再明白些。只要您答应，他们定会重金感谢。明白了，让我考虑一下吧。我们会给您足够的时间考虑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哦，总长家的点心味道的确不错，您一定要多尝尝。还真是有钱呢。生意不是这样谈的。祝贺咱们的三弟，成为家族最年轻的统领。今天不醉不归。有件事儿，你们得帮我出个主意。
这么多钱，哪来的？马青给的。你们说，我要还是不要？不可以收。大哥，马钦是什么人？你不是不知道。这钱要是拿了，不知道会有多少麻烦呢。就是因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阿秀才必须收下这钱。他到底什么人啊？他就是一头豺狼。我接手的诸多黑帮走私事件都与他牵扯不清，可恨我找不到证据。马家是西南的贵族，名声显赫，而马钦短短几年就能爬到元老首席的位置，可见其为人。与行事偏激相较，我更愿意用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来评价他。1年前，黑旗军新任统领云山河在西南任上猝死，恐怕跟他脱不了干系。那你还让我收？坊间流传着一句话，拒绝是对马家最大的冒犯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总长拒绝了和马家联姻，就是一种风向。你要是不知道这钱怎么花，我来帮你。最近我可穷得很。想得美！远东战事刚结束，名声急需恢复，我得把钱用在远东，也算是为家族开源节流了。哎，来，干杯！两公我当天将少年万荣壮，战故乡而江上沙战场。阿秋，今晚去我那儿住吧。不，我想去秀家那儿看看我儿子。哎，干儿子。替我问好，走了。什么事？弟弟少爷突发高烧，夫人让您赶紧回去。多一个人，佣金要翻倍。可以。啊？是我管教不严，竟然让手底下出了个叛徒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么说，我儿子没有生病。干儿子。麒麟，我要为我哥哥报仇！上！知道，我就应该跟斯特林一块儿走。早知道就跟拉斯特林一块儿来了。带回去严加审问。不必了，给他个痛快。是。大哥，看来你最近不怎么太平啊。这个月已经是第5次了，
不过大多是刘峰那边的刺客，自己家里的倒还是第一次。刘峰那边的，出什么事了吗？你刚回来，可能还不知道，现在可是我们进攻刘峰的大好时机。父亲，孩儿一定会守好家族的。父王，我的父王，父王啊，儿回来了，你怎么不等一等我再走呢？少美，父王遗嘱怎么说的？父王命你接任族长之位。我就知道，父王最看重我。大哥，一直以来子川家都对我族虎视眈眈，现在父王应天照归，他们恐怕就更坐不住了。望大哥早做打算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大哥心里有数。走了走了，咱们商量商量继位的事儿。各位，你们现在手里的作战计划是绝密的，每份文件都有编号，在离开这个会议室前必须上缴。此次作战计划预计将出动家族军队精英，共108个师团，目标是夺取刘峰家黑山、兰城、西滨城直至三角洲一线的防御阵地，彻底摧毁刘峰家的东部防线，之后便可直取远京。作战代号“龙骑兵计划”。一旦西线战事开始，人员、粮草、药品等战备物品必将全部流往前线。但是家族还怎么兼顾远东？远东上帝，亵渎者死！大家赌上了自己的尊严和国土，却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，我怎么对得起他们？阿秀，阿秀，总长在问你话。各位大人，我不赞成龙骑兵计划。各位大人，刘峰西山虽然已死，可刘峰家族最大的威胁并非刘峰西山，而是他的女儿刘峰双。只要刘峰双在，刘峰家的军队就不会乱。阿秀说的在理，现在新兵刚刚招募不久，战力不济，靠他们去抵挡刘峰双的十字军团，恐怕力有不逮。如果能再训练2到3年，并在这期间积蓄粮草物资，胜算会更大一些。傅毅，目前家族的战略重心仍旧应该放在东部。傅毅，帝林，你的意见呢？我赞成龙骑兵计划。诸位有所不知，1个月前，我在兰城秘密会晤了刘峰清。他已经同意将刘峰双送至上都为质子，这是他和我签订的秘密协议。笑话，他为什么出卖自己的亲妹妹？刘峰双还救过他们呢。因为他蠢呢。据悉，刘峰双不日前已经逃到林家，刘峰清还特意写信，诚恳告知他已经和西南林家联手，不论死活，一定将刘峰双送来。好，没了刘峰双，我一只手就能捏死刘峰清。总长大人，远东新定，如果在我们进攻刘峰家族时，魔族突然卷土重来，远东很可能得而复失，从而让家族腹背受敌。若我们从远东抽调军队加入西线，尽快击败刘峰家族，那么等到西北战事一结束，我们再直接挥师东向也无不可。抱歉，总长大人，魔族对远东常有骚扰，我们的兵力也很吃紧，对于西线战事，实在是无能为力。子川秀，你现在是子川家族统领，怎么能只顾远东的利益？远东也是家族的一部分。
宁小姐，有何吩咐？刚才我叔父要求的事，让你很为难吗？确实很为难。远东如今刚刚收复，我身为远东统领，要对自己的领地和民众负责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你将来不是远东的统领呢？那样，就不为难了吧？总长大人，坐吧，就是自家人聚聚，不必拘礼了。阿宁没和你一起来？是的。远东的确是苦寒之地，阿秀比之前瘦多了。只要能收复远东，这些不算什么。你能有这份心，也不枉先总长对你的一番期许。过2年，阿宁就要继位了。阿秀，你是自家人，要留在上都多帮衬帮衬他。你不用担心远东，我会安排林兵副统领接管远东军团。他镇守瓦伦要塞多年，对远东也比较熟悉。总长，远东情况复杂，各个种族对家族原本就有积怨，这个时候派遣新的指挥官过去，我担心会出乱子。你考虑的对，但是远东毕竟是家族的领地，委任谁当指挥官，还轮不到那些野蛮的家伙说三道四吧？再说，你3个部下不是还在那里吗？有他们辅佐林兵，不会有事的。总长，我可以选择拒绝吗？当然。不过如果这样的话，家族同样也会选择放弃远东。家族鹰旗飘扬之处，从来只有一个声音。如果家族连这点权利都没有，你说远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知道了，我会让白川他们尽力辅佐林兵大人的。总长大人，下官不胜酒。有点困，先告辞了。我一直在等你出来。宁殿下找我有事吗？你在生气？为什么？今天的事情，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？是的，准确的说，这本来就是我向叔父提议的。明白了，在家族的眼里，远东不过是一块战略上的盾牌，消耗魔族兵力的屏障而已。如果你能参与龙骑兵计划，一举灭亡西北的刘峰家族，这个功勋绝对要超过你在远东的。所以在你的心里，牺牲掉远东也是理所当然，对吗？阿修哥哥，我也想问你一件事情，你究竟是把自己当成了子川家的统领，还是割据远东的军阀？这个问题，你是以什么立场问的？是从小和我青梅竹马的子川宁，还是未来的家族继承人子川宁殿下？阿宁，你变了，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。我是为了你好，魔族随时会杀回来，你留在远东只有等死啊！如果要死的话，我希望能死在远东。阿修哥哥，变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叔父说你随时有可能在远东自立为王，开始我不相信，现在我相信了。为什么？远东对你就那么重要吗？是我欠远东的，那里的人尊我为王，
我对他们负有责任，就像你身为继承人对家族负有责任一样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家族继承人的地位。对不起，我不能。阿修哥哥，你不爱我了吗？宁殿下，人生除了爱情，还有很多事可以做的。比方说，扇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的耳光。大人，你叫我。这封信，你亲手送到白川手里，走古岐山脉的密道。记住，这件事10万火急。放心吧，大人。掐！物资已经安排妥当了，非常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法人要塞的守军是干什么吃的？紫川修，远东不是应该在你的控制之下吗？魔族的军队怎么会越过远东出现在家族呢？总统领大人，远东现在是林兵在掌管，你好像问错人了吧？马上给林兵发信，问问他到底在干什么。是。大哥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别是要把我给卖了吧？到了。大人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听说过777吗？你是说家族那个绝密的军工厂？就是这儿。眼熟吗？刺杀咱们的那个宪兵，他的哥哥是这里的工程师，因为不满工期闹罢工，杀的是总长的意思。没有人能阻止他欺上的野心。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？第一，你已经到了该知道的级别了；第二，你应该知道。监察长，欢迎您来视察。他是无兵齐本，这里的负责人。这是家族新晋统领紫川秀大人。欢迎统领大人前来视察。吴齐本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新成果吧。这么短的距离，正常弓箭也做得到吗？统领大人，我们的射击目标是那儿。目标，3号标靶，准备。发射！漂亮！哎，这距离至少有1000米以上吧？1400米。阿修，你说有这些装备的支持，我们打得过刘风霜吗？我为什么让你看这些武器？你现在明白了吧？可装备优势只是暂时的，只要这些装备出现在战场上，用不了多久，刘峰家族也会仿制出来的。你说的不错，但至少1年之内，刘峰家族无法研制出同样威力的武器。有1年的时间，大局已定。刘峰家族目前属于分裂状态，消灭刘峰是我们统一人类种族大业唯一的机会。大哥，这些我都懂，
既然你懂，为什么还要放魔族入关，阻挠龙骑兵计划的实施？大哥，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，那是在侮辱我的智商。除了那条只有你知道的古岐山密道，我想不到还有第二种可能，会让魔族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家族腹地。所以你是在怀疑我吗，监察长大人？不是怀疑，是确信。这只是你的猜测，我没有理由。圣庙窃权，和谈早已破裂，远东危在旦夕。这些你还打算瞒多久？你怎么知道？阿修，就算魔族真的夺回远东又怎么样？你现在已经安然回到了家族，你、我、斯特林，就如从前一样，我们3人并肩作战，活捉刘风霜，拿下远京一统大陆，千秋伟业将在我们手中开创。大哥，你有你的立场，我也有我的。远东是我的生命。我只想远东安然无恙。现在，就如你一样，我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大哥，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做的。如果你想要逮捕我，现在可以动手了。既然你的决心这么坚定，而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又只有我一个，所以你会不会要杀我灭口呢？试试看，杀了我，你的秘密就没有人知道了。大哥，我不会对你出手的。阿修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的妇人之仁终究会害了你。4天之内，我希望看到那些魔族主动退兵，秘密不可能永远被隐藏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无处容身，别忘了你的选择不只有子川、林河。龙骑兵计划一旦启动，子川和刘峰都将自顾不暇，那能救远东的就只剩下西南林家。你要请调去西南的黑旗军？是的，一旦我们跟刘峰家族开战，虽然主战场在西北，但难保西南不会出事。当年刘峰西山就曾从西南绕道直取我上都，这件事情绝不能再次发生。西南毕竟是后方，以阿修你的才能，去那里实在是有些可惜了。只要能为家族效力，在哪里都一样。还请总长答应。好吧，还想让你多休息2天呢。谢谢总长，请总长放心，那下官就告退了。总长，东部行省传来消息，前些天出现在那里的魔族突然消失了。消失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黑旗军11万兵力，有10万都是新补充的预备役，骑兵师团的战马连500匹都不到。自从方剑统领走了之后，黑旗军就成了没娘的孩子。边防军和中央军隔3差5就以各种名义借调，借出去的是精兵，还回来的就变成新兵蛋子了。那马呢？我听说半年前不是刚批给黑旗军5000匹战马吗？确实有这么回事。为了这5000匹战马，我在歌山统领那儿都磨破了嘴皮子，好不容易批下来了，结果这马还没出马棚就被斯特林大人劫走了，说是给他们53预备役师团准备的。好啊，斯特林这浓眉大眼的家伙，也开始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了。这5000匹战马，我要让他一匹不少的给我吐出来。本来还准备从黑旗军刮蹭油水出来给远东呢。这下倒好，还得帮他们要债。这年头，整天养家钱果然不容易啊！准备马车，去军务处。
你今天来就为这事儿啊？对啊，不行吗？你把那个53预备师的负责人喊出来，我倒要跟他理论理论，凭什么用我们的战马？我抗议！我强烈抗议！这个53师，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？你还是这个部队的创始人呢。二哥，你又蒙我对不对？你是说？你总算是想起来了。前段时间你在远东的时候，那些战马、物资什么的，不都是以53师的名义到了你的口袋里吗？哎呀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但是话说回来，一码归一码，斯特林大人，这账面上您可还欠着我们黑旗军5000匹战马呢。你臭小子，你跟我耍赖是不是？哎，这怎么能是耍赖呢？大家现在是公对公，一切以白纸黑字为准。早知道你会来找我，黑旗军那烂摊子的确不好收拾。我给你准备好了，战马、弓弩还有武器装备，都在上面了。要不要？不要我撕了啊！要。嘿，哎呀，这下总算能安心的去西南上任了。什么时候出发？今天下午。这么快？晚了，我怕村长大人后悔。这杯水就当给我践行了。大人，您在西南是否安好？大家都很想念你。现在远东情况不太好，魔族已经对我们发起了进攻，战士们很勇敢，但伤亡也很大。其实最严重的是物资，明玉愁的头发都白了。不过请您放心，无论多艰苦，我们也会按照您的命令在这里坚持下去，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最后，祝大人您身体健康，一定要等着我。一起而